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位于 Livermore 的 Dal Valley Regional Park 的自行车骑行路线，是一条沿着湖畔从公园深处一路骑向东湾停车场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单长大约 7.3 英里，正常单程骑行时间在 1.5小时15分钟左右，来回一趟需要2小时30分钟。起点在湖区北端，终点是 Dal Valley East Beach 附近的停车场，是一条方向非常清晰的路线。它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沿着湖畔线自然蜿蜒。每年2月份左右，青草覆盖山丘，绿意盎然，所以有湾区小绿士的称号。从体能结构上看，这条路线并不是一开始就轻松，前半段会有一些起伏，需要慢慢建立节奏，中段则是连续的弯道和小坡，对骑行稳定性和控制能力有一定要求。而到了后段，道路向下降到以下降为主，骑行会变得越来越顺，速度感也会更明显。这条道路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环境和节奏，骑行过程中几乎一直能看到湖水，一侧是延绵的湖岸线，另一侧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荒野。道路弯道很多，但是这种自然弯曲的曲线让骑行始终保持变化，让人很容易进入一种专注而放松的状态。从训练角度来说，是一条非常适合中等强度耐力骑行的路线，而从体验角度来说，它更像是一段越骑越轻松的过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在追求速度，而是在享受节奏和风景。当然，这条路线也需要注意安全，下坡和弯道较多，需要控制速度。同时，由于是共享步道，也注意礼让行人。总体来说，是一条兼顾运动、风景和骑行乐趣的路线，非常适合想在自然中完成一次完整骑行体验的人。接下来我来聊聊加州湾区这周的要闻。2026年刚刚拉开序幕，但对于生活在美国或者正计划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华人群体来说，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气息。从边境路径的严苛盘查，到职场裁员风暴中的股价异动，再到购房模式的悄悄改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与经济转型期。今天我想结合最新的5组深度报道，通过5个具体的故事和趋势，和大家聊聊在美华人群体目前面临的真正处境，以及我们该如何在这变局中寻找安全感和新机遇。第一个报道，法律与安全，求助者变被居者的警示。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令人揪心的执法案例。一名居住在南加州的华人男子，最近在奥克拉玛河州遭遇了翻车事故，当时正值大雪强飞，路面结冰，这本是一起纯粹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意外。这位当事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但接下来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警方确认他不涉及酒驾或者任何刑事违法，却在处理现场询问了他的国籍和移民身份。尽管他正处于合法的政治庇护申请等待期，
并非非法潜逃，但当地警察依然把他交给了移民局 ICE。目前他仍被扣押在拘留所等待出庭。这给我们的核心启示是，美国的法律环境在不同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加州以外的许多地区，地方执法机构与 ICE 之间存在极紧密的287G 协作关系。这意味着，即使你是受害者或者求助者，一旦触及身份核查，程序便不再受个人控制。对于身份尚不稳定的群体，跨州出行必须对目的地的执法习惯要有充分的预判。第二个报道，入境的寒流，入境40分钟盘查背后的心态转变。如果说身在美国需要警惕法律边缘，那么在中美之间往返则需要应对日益严苛的审查环境。最近，多名中方企业人员在入境美国时遭遇了长达60小时的扣押，甚至遣返。更令人警惕的是，这种科查已经扩展到普通游客或老年人群体。一位70多岁的陈女士，退休前是学校员工，过去十年多次在美探亲都平安无事，但这次她在西雅图入关时被带进小黑屋盘查了40多分钟。入境官反复追问她是否为党员，甚至连她丈夫儿子的政治身份也不放过。她因为没有提前购买返程机票，被质疑有滞留倾向，甚至被问到你来过这么多次，为什么不学英语？给我们的实操建议是，现在入境美国不能再凭老经验，请务必准备好返程机票确认单、过往的旅行消费记录，甚至酒店预订证明。面对盘问，每一句回答都会记录在案，作为下次入境的对照证据。第三个报道，职场的残酷逻辑，裁员1.2万人，股价为何反涨？转头看向职场，今年1月份的裁员人数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单月裁员超过10万人。但吊诡的是，松下集团宣布全球裁员规模扩大至1.2万人后，其股价反而暴涨了15%，创下了10年来的最大涨幅。为什么资本市场对失去1.2万个家庭的生计如此欢欣鼓舞？因为在华尔街看来，这不再是经营不善的标志，而是效率转型的信号。松下正在坚持的削减传统低效业务，腾出空间，全力杀入 AI、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对于我们职场人来说，这意味着平庸的稳定已经不复存在。企业正利用 AI 工具进行更精准的成本管控。我们要意识到，技能的迭代速度必须跟上企业向 AI 转型的速度，否则很容易成为财报中那个让股价上涨的被裁数字。第四个报道，住房市场的新饼与现实，川普住房鱼租转购。在居住成本方面，一个新的概念，川普住房引起了热议。大型房屋建筑商建议建设150
万套入门级新房，并可能推行租转购模式，即允许租户将3年的租金累计作为首付款。听起来很美好，但我们要看清其中的博弈。特朗普的立场近期有所转向，并公开表示不希望房价降下来，希望维持高房价以保护现有房主的财富。经济学家也提醒，租转购本质上是一场对未来房价的赌博，通常对买家并不划算。相比于这种虚幻的规划，真实的购房趋势正在发生转移。第5个报道，跨州搬家新趋势，这5个城市可一步到位。现在跨州移民正在打破先租后买的传统，在全美约3/4的人会选择搬家后先租房落脚，但在一些特定城市，如阿拉巴马州的达芬尼、佛罗里达州的维布勒斯、奥卡拉，超过70%的新房居民选择在第1年直接购买。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房产供应充足，房价亲民。如奥卡拉典型房价约29.9万美元，且生活成本低。对于那些能远程办公或已退休、手握高房价地区，如硅谷资金的这个家庭来说，这里是实现一步到位安居的最佳选择。各位，通过这5件事，我们可以拼凑出2026年在美生活的底色。法律环境在收紧，入境门槛在提高，职场逻辑在重塑，而居住机会在下沉。面对不确定的政策和严苛的审查，我们要学会更专业地保护自己。而对 AI 引发的职场巨变，我们要有断臂求生的转型勇气。而在面对生活规则化时，我们更懂得避开虚名，寻找像达芬尼或奥卡拉这种真正具备高性价比的安身之所。世界在变，但信息的透明和理性的决策永远是我们华人群体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的最强护身符。好了，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种骑行路线和每周时事分享，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条路线再见。